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做韭菜盒子。做韭菜盒子，除了用到韭菜和鸡蛋之外，还需要用到这种红薯粉丝。一般卖干货的地方都有的卖，如果实在买不到的话，也可以用这种粉丝来代替。韭菜我们把它的干叶、枯叶都摘掉，然后清洗干净，放在一边备用。接下来我们来先和面，500克的普通面粉，先用150毫升的开水来烫面，用筷子搅拌搅拌，然后呢，再用150毫升的常温水加2克的酵母粉搅拌搅拌。搅拌好之后，我们把它倒进刚刚搅拌的面絮里，再用筷子继续的搅拌成絮状。把筷子上的面团清理干净之后，我们加入20克左右的食用油，接下来用手把它揉成一个面团。今天和的这个面团稍微的加了2克的酵母粉。其实做韭菜盒子不加酵母也是可以的，但是稍微的加几颗酵母，它吃起来的口感会更暄软一些。先把面团揉成一个没有干粉的状态，然后盖上盖子，静置10分钟之后，我们再来揉它。这个时候再揉1-2分钟左右，就会很轻松的把面团揉得很光滑。面团揉好之后，我们把它盖上盖子，放在一边备用。接下来我们来准备韭菜盒子的馅料。在碗里刻入5个鸡蛋，用筷子顺时针把它打散。用筷子搅拌鸡蛋液的时候，会使鸡蛋液中混入大量的空气，这样我们炒的时候，炒出来的鸡蛋碎就会很松散。炒鸡蛋碎的时候，锅要烧得热一点，这样鸡蛋液倒入锅内的瞬间就会蓬松起来。然后用筷子不停地搅拌，把它搅拌成鸡蛋碎。炒好的鸡蛋碎我们放在一边备用。接下来我们来烧一锅热水，然后把粉丝放在锅内烫一下。这种红薯粉它比那种白粉丝要粗一些，所以我们烫的时间要久一些。放入粉丝，水开之后，我们关火给它浸泡个几分钟。泡好之后，我们把它捞出来过一遍凉水，这样的话粉丝之间就不会粘在一起。倒在案板上，然后用刀把它切碎。切的时候尽量切得碎一点。切好之后，我们把它放在一边备用。接下来我们来切韭菜。这个韭菜我今天买的是正好1斤，也就是500克，大家参考一下。正好我用了500克的面粉，包完之后就没有剩。切好的韭菜，我们把它放在一个稍大一点的盆里，然后把刚刚炒好的鸡蛋碎倒进去，粉丝也倒进去。这个时候我们先不着急调味儿，先倒1大勺食用油，然后用筷子把它搅拌搅拌，使韭菜上面都裹上油，这样后面我们放盐调味的时候就是不容易洒出来很多的水。搅拌均匀之后，我们加1勺的花椒粉或者是五香粉也可以，然后加1小勺盐，用筷子把它们搅拌搅拌。这个盐我们先少放一点，搅拌均匀之后，我们可以先尝一下咸淡，如果觉得盐少了，再稍微的加一点，分次的加入，在搅拌均匀之后放在一边备用。虽然面团里加了酵母粉，但是我们不用等它醒发。如果说天气特别冷的话，我们可以等待1小时以上再来揉面。如果说天气已经很暖和了，比方说15度以上的天气了，我们就可以在调完馅料之后
就把面团拿出来。这个时候的面团并没有醒发，但是后面我们用煎锅加热的时候，它的酵母也会发挥作用。我们先把面团揉匀，然后平均的分成16份。我做的韭菜盒子它比较小，如果说你想做大一点的话，也可以分成8份、10份都可以，这根据你锅的大小来定。我的锅它比较小，所以我就做的小一点。这一个步骤就像我们平时包饺子一样，揉好的面团我们把它平均分成小剂子，然后再撒上一些干面粉，把剂子按扁。按扁之后，我们用擀面杖把它擀成一个面皮。擀好的面皮的厚度如视频里这样。然后我们把馅料放在面皮上，把面皮对折一下，用手指整理一下它的边边，然后轻轻的把它按上。按到一个角的时候稍微留一点，然后轻轻的按压一下饼皮，把里面的空气排出来，然后再把它按死。接下来我们来捏它的花边，从一角开始，如视频里这样。这样我们的一个韭菜盒子就做好了。我们再换个角度看一下。开始的时候可能捏的并不好看，多捏几次熟练了就好了。如果实在不会捏的话，就直接把它封边之后上锅煎就行。毕竟韭菜盒子我们主要吃的还是它的味道。我把所有的韭菜盒子一次性的全部都捏了出来。熟练的话，你也可以一边煎一边做。先起锅内少放一点油，油热之后，我们把韭菜盒子放进去。煎的时候一定要用中小火。接下来我们把它盖上盖子焖一会儿，这样的话可以使它的花边的部分就是很容易就熟了。如果你光煎不盖上盖子焖的话，它花边的部分很容易夹生。一面煎的焦黄之后，我们用铲子给它翻个面。煎到两面焦黄之后就可以出锅了。煎的时候火一定不要太大，火太大的话，你的饼皮很快就煎好了，但是它的馅儿它不容易熟。如果你做的还不是很熟练的话，还是建议事先把所有的饼皮都包出来，这样煎的时候不至于手忙脚乱的。这个韭菜盒子的面团，我们既用了开水烫面，又稍微加了一点酵母粉。刚出锅热的时候吃起来，它的外皮是酥脆的，放凉了之后吃起来，它的面皮也是筋道的，不会发硬。如果说你的平底锅它没有盖子，那么我们煎的时候就要把它的几个边注意一下，可以用铲子轻轻的按压一下，或者把韭菜盒子竖起来，把它的侧边也煎一下。我觉得500克的面粉分成16个小剂子的大小是正好适中的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看我们的香喷喷的韭菜盒子全部做好了，掰开一个看一看。这个是刚刚出锅的，所以它的外皮是很酥脆的，个个的皮薄馅儿多，吃起来特别的香。配上一碗豆汁或者是稀饭，再来一盘小菜，简单的一餐就很满足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